同学们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学习固容体。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有固容体的分类、置换型固容体的形成条件以及影响溶解度的因素、间隙型固容体常见的实例以及形成的难易程度。最后呢是固容体的研究方法，要求大家掌握影响固容体中溶质离子溶解度的因素以及固容体的常见类型，能比较判断不同结构形成固容体的难易程度，能应用固容体的研究方法确定材料中杂质缺陷的类型。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固容体。固容体是指外来组员引入晶体结构中，占据主晶相中一部分质点位置或间隙位置后仍保持一个晶相，即溶质溶解在溶剂中形成固容体。这里呢我们要与化合物、混合物区分。对于固容体来说，晶体 A 和晶体 B 之间以原子尺度混合，称为单相均匀晶态物质，而混合物 A 和 B、A 和 B 以颗粒态混合， A 和 B 分别保持原有的结构和性能。AB 混合物不是均匀的单相，而是两相或多相。形成化合物时， AB 呢有固定的比例关系， AB 化合物的结构不同于 A 和 B。 这三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来。固容体呢普遍存在于无机固体材料中，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随着固容程度的不同会发生明显变化。现代材料经常采用生成固容体来提高和改善材料的性能，比如氧化铝晶体中融入少量的三价铬，其由刚玉型转变为有激光性能的红宝石。锆酸铅和钛酸铅固溶生成锆钛酸铅压电陶瓷，广泛用于电子、无损检测、医疗等技术领域。氮化硅、氧化铝之间形成赛隆固容体，应用于高温结构材料。这种固容体具有高温强度大、低温强度小的特点。下面我们来看固容体的一个分类，按溶质原子在溶剂晶格中的位置来分，可分为置换固容体和间隙固容体。首先我们来看置换固容体。如图所示，黄色的质点进入晶体中，取代正常格点处的红色质点，就形成置换固容体。那么黄色质点代表溶质原子，红色质点代表溶剂原子。例如氧化镁和氧化亚钴，二者之间呢可以形成置换固容体。还有氧化镁和氧化钙、钛酸铅和锆酸铅，以及氧化铝和氧化铬之间都可以形成置换型固容体。这个图代表形成间隙型固容体，黑色质点也就是溶质原子进入到原来晶体中的间隙位置，这样就形成间隙型固容体。天锡原子一般处在阴离子或阴离子团所形成的间隙中，比如当氟化铱进入到氟化钙中，一般氟离子就会进入到间隙位，形成间隙固容体。固容体还可以按溶质原子在溶剂晶体中的溶解度进行分类，可分为连续固容体和有限固容体。当溶质和溶剂可以按任意比例相互固溶时，称为连续固容体。这时溶质和溶剂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相对较多的那种物质是溶剂，相对较少的为溶质。比如氧化镁和氧化亚钴都是氯化钠型结构，离子半径呢相差很小，二者之间可形成连续固容体。相图呢呈现如图所示的特殊形式，是一条连续封闭的曲线。当溶质只能以一定的限量融入溶剂，超过这一限度就会出现第二项，称为有限固容体。后面学习相图中，例如氧化镁和氧化钙相图，它们两个形成的是有限固容体，所以相图呈现如图所示，氧化钙只能以一定量溶解在氧化镁中，超过限量就会出现第二项氧化钙。从相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溶质的溶解度与温度有关，温度升高，溶解度增加。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